本频道需要大家支持，欢迎订阅点赞。你是否曾经经历过这种情感？在深夜沉睡的边缘，你守着电子屏幕，期待那个特别的人，他也正要入睡，就为了交换那句温柔的晚安。一整天的疲惫和喧嚣，仿佛只在那句晚安之后才会魔幻般的烟消云散，让你终于能够宁静的入眠。原来深爱一个人就是渴望每天都能对他说晚安，听到他回应的我爱你。有一种晚安叫做思念。当喧闹的城市逐渐陷入宁静，窗外的灯光显得更加璀璨，夜晚变得更加宁静，你感到疲倦，却依然守着手机屏幕，只是因为还没有和那个特别的人说一句晚安。尽管每天只能透过手机屏幕传达情感，但那句深情的我爱你一直是如此珍贵。当你放下手机，你会发现泪水不知不觉的在脸颊上流淌。原来对一个人的思念是可以让人上瘾的。阿美和小智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情侣。尽管小美还留在城市，但阿智去山区支教，为了实现他的理想。山区的环境封闭且通讯不稳定，打电话成为一种奢侈。往往在言语刚刚交流几句后，通话就会中断。幸运的是，他们能够保持联络，依赖互联网。然而，阿智白天上课，下午接送学生，常常直到深夜才能回到教室旁的宿舍。他匆匆洗漱后回复小美，然后继续备课和批改作业。小美无比思念阿智，担心他的安危，担心他的衣食，尤其害怕他在山区遇到危险。每天他生活的好像在刀刃上跳舞，只有听到爱人的回应晚安后，他那不安的心才稍微安定下来。每天都是前一天的重复，但担忧总会有新的内容。小美觉得自己无法承受这份心跳加速的思念。当阿智终于约定要回城的时候，却选择了继续留守山区1年。这一次，小美没有反对，也没有犹豫，她也选择了同样的决定。几天后，小美来到了阿智支教的学校，一个坐落在山腰的地方。阿智给了她一个温暖的拥抱，他轻声对阿智说，从此不再需要隔着手机屏幕对你说晚安，而是要在面对面的时刻对你说晚安。有一种晚安叫做在梦中再见。对于那些深爱的人而言，晚安之后只会更加思念。因此，尽管期盼不要胡思乱想，最好早点入睡。对于那些无法在一起的恋人来说，能够在梦中相见是多么美妙的体验。亚荣是一个单身母亲，40多岁。当她以为自己不再能够陷入爱情的时候，小俊进入了她的生活。尽管小俊只是一名卡车司机，但在空闲时，他热爱阅读和写作。在他们相识的第1年，他每天都会为亚荣写一首小诗，有时是几行，有时是数句，让亚荣陶醉其中。然而，当小俊走进亚荣的生活后，他才意识到他的优点更多。尽管他是个大男人，但他比亚荣更关心周到。亚荣患有胃病，需要每天按时服药，但常常会忘记。为了帮助他，小俊将药分装好，一部分放在他的包里，一部分放在家里醒目的地方，还用红色便签提醒他。亚荣近视，每天早上醒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寻找眼镜。小俊为此特地为他制作了一个红色的眼镜袋，放在床头柜上，他可以轻松找到眼镜。在有小俊的日子里，亚荣宛如一个被宠坏的孩子，不必操心，不必忧虑。但一旦小俊外出工作，数天后才能回家，亚荣就变得无所作为。然而，他也不敢打扰他，以免影响他开车的安全。因此，每天晚上等待着小俊的晚安，亚荣内心的重担才能逐渐减轻。他放心的入睡，希望能在梦中再次见到他深爱的人。
也许爱一个人就是想要每一个清晨对他说早安，每一个夜晚对他说晚安。因为爱是相守，爱是表白，爱就在日常的问候中，看似随意却胜过一切。因为有一个爱着人，被一个人爱着，这才是最真实的幸福。